然后你看我刚说他来着，他是不是走出来了？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西藏旅游时的灵异事件。日前一个朋友呢聊起了刚上大学时女生寝室盛行请碟仙险些出事的经历。他忽然一脸严肃地劝阻我，千万不可以玩这种同鬼神打交道的游戏，一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轻则呢将来折寿，重则将有性命之忧。这位朋友呢正当少年，却常说自己短命，朋友们都笑他杞人忧天，直到他同我说起了自己的一件亲身经历，我方觉得蹊跷。以下呢是以第一人称转述朋友的话。2年前的8月，我同女朋友一起参加了赴西藏的旅行团，行程自拉萨出发，第2日汽车载团离开拉萨，一路上行行游游，直到停靠在了一座寺庙前，距离拉萨约8小时的车程。当时导游介绍，该寺庙呢已经长期不对外开放了，近日恰逢着藏传佛教的盛事，才供游人信徒参观。在自由活动时间呢，团员们纷纷地开始了照相购物。我同女友逛街到了寺前出售纪念品的小喇嘛处，打算购买哈达。当时几个小喇嘛的身后呢，一动不动地坐着个老喇嘛，一直闭着眼睛诵经。正当我付钱的时候，冷不防的手腕被人抓住，抓的是极紧。再一看，抓住我的正是那个老喇嘛。我顿时呢感到莫名其妙，手腕又被抓得甚疼，于是呢大声地质问他道：“你干什么啊？放手！”老喇嘛呢并没有放手，一边紧紧地抓着我，一边叨叨说：“这位施主，请你先去烧3柱高香，再跟我呢去见一个人。”当地所烧的高香极粗极长，每柱3000元。我当时第一反应呢就是遇到骗钱的了，于是没好气地答道：“我没有钱烧香的，你放开我吧。”而这老喇嘛呢却忙说道：“不，我呢绝对不收你的钱的，我保证，你就跟我过来吧。”当时的我挣脱不得，心下呢极不高兴，厉声的同他争执了起来。旅行团的人呢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说那老喇嘛是骗钱的人物。但见他死活不放开我的手，便有人上前去拉他，不料他却抓得更紧了，好几个人呢才把他给拉开。我转身急走，那老喇嘛却一直的跟在我身后，不停地说着不烧香也可以，但一定呢要随我去见一个人。他越说越着急，几乎是带有哭腔了。我当时呢烦心不过，旅行团一即将离开，便回到了车上。没想到这老喇嘛却死死地拽住了车门，不让这车离开。周围许多人都相劝，也有小喇嘛跑来想拉开他，但老喇嘛用藏语同他们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他们便也放手任老喇嘛扒住了车门。僵持许久，我坐在车厢的最后一排，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觉得烦心和麻木。而老喇嘛终于被周围的人拉开，车也启动了。我回头望去，忽然见到老喇嘛追了上来，他枯瘦的身影带给我莫名的冲击。只见他不停地追赶着叫着，直到汽车越开越快，他追了100多米才失望地停了下来。之后的行程呢，我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自西藏回成都当日，刚到家我便发起了高烧，怎么吃药看病都无效，1周下来束手无策。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感到非常的蹊跷，忙问我在西藏呢是否遇到过什么离奇的事儿。我想起了当日寺中的那一幕，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当时恰好母亲的朋友要去西藏，母亲呢便托他去那座寺庙去探个究竟。他的朋友从西藏打电话告诉了母亲，的确有这座寺庙，然而几十年来唯在前段时间藏传佛教盛世时才开放，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了，而那名老喇嘛也无从访寻。母亲呢又到了峨眉山的寺庙中去找了名气很响的一位法师。法师听后说，密宗的事儿他也并不清楚，
但我呢，一定是已经得罪了神灵。母亲回来以后，一言除去了我身上的所有护身符，果然烧呢就立刻的退了下来。法师说，我不但不能再带任何的护身符，甚至连寺庙都不能再进了，不然更是会有灾祸。这时，我看到了冲印出来的在西藏拍摄的照片。奇怪的是，凡是相片中有我的照片，我的形象一律是模糊不清的。而当我看到了旅行团的集体照时，更是觉得毛骨悚然。原来，在集体照中，其他人都拍得相当的清晰，唯有我是模糊不清的。而最可怕的是，从我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头上有一团白色的影子，赫然像是一个婴儿的脑袋。那之后，母亲常去峨眉山寺为我祈祷还愿。事情过去了大半年，大年30的晚上，我和朋友们在外面玩着通宵，决定过一会儿呢去寺庙里烧头香。刚决定要去寺庙，我们便被卷入了械斗，我的腹部呢被刺了一刀，几乎丧命。母亲想起了法师所说我不能进寺庙的话，更觉得当时受重伤是同我得罪了神灵有关。此事距今已有2年，2年内，母亲为我去过西藏寻找那个喇嘛，在各大的寺庙法师处为我祈祷。在西藏，一个高僧告诉了母亲，即使找到了那个喇嘛，对我而言也不一定有用了。缘分是一瞬间的事儿，过了那个特定的日子，缘分也就消失了。这件事情呢，我告诉过别人，大多呢一笑而过，以为我是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但我有时会想起，都会吓出的一身冷汗。我不知道此事到底能否化解，我唯一清楚的便是我的命不会长。朋友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的平淡，但当时呢又身处在繁华热闹的环境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一阵莫名的强烈的颤栗。他的经历呢，只怕同当时那件藏传佛教的盛事有关，却不知究竟又是什么事儿。我将他的经历写在这里，希望能听听大家的主意和想法。我不相信得罪了神灵便无从化解的事儿。好的，咱们第一个故事呢，在西藏旅游时发生的离奇灵异事件就给大家讲完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读读弹幕，聊一会儿天。然后下一个故事呢，是从东北的系列故事讲起啊。还有粉丝说，我给我的朋友都推了鬼书，但是他们都不敢看。咱们的视频现在也还好吧，现在我感觉没有17年、18年做的恐怖程度那么高了呀。现在的审核的尺度也比较严啊，所以可能以往的恐怖程度来做的话，是不能过审的。粉丝说，我也是推荐给我的闺蜜，但是她不敢听。不会吧，她不敢看，听都不敢听吗？我看咱们直播间有很多小伙伴都是睡觉的时候点击那个后台播放，都可以听着睡觉的。弹幕里说，我一直以为鬼叔这个声音是假的 AI。咱们已经2025年了呀，兄弟们，还 AI 呢？鬼叔是真人啊，只是从17年我们开始做视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视频设备啊比较不方便，所以一直没有出镜去讲。如果出镜的话，可能对设备要求呀，还有不同的机位要有人去拍摄，但是我一直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不太方便。弹幕里说错过第一个故事了，没事儿，咱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系列的故事啊，是楼主整个讲的他在东北遭遇的恐怖灵异事件啊。首先先来第一个故事啊，楼主的朋友中啊有几位体质有点特殊的，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她们都是女孩。这个故事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位的几段经历，咱们暂且的称呼她小美吧。第一段呢，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小美下了晚自习回家，家离学校呢不远，又有顺路的同学能陪小美走到家的附近，所以小美啊就坚持的不让父母接送。小美家是那种早先的工厂家属院，外观上已经非常的老旧了，没有什么小区，就是在平房区里头挤出来那么丁点儿的地方给盖起来的。
楼下一块多余的地方都没有，想回到4单元的家，就必然的要路过前3个单元的门口。小美走进黑乎乎的胡同，就看见了1楼某一家的窗户上透出了些许的灯光。小美还想着挺好的呀，一步一步的走近，小美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那透出来的光不像是灯光，没有灯光的光线强，说是烛光吧，透出来的颜色又不是那种暖色。小美走到了那窗户下面的时候，小美就好奇地往着窗户里头瞄了一眼。这一看，小美的全身血液都要凝固了。这是小美的原话。那是一张脸，由内而外泛着青绿的脸，就那么贴在了窗玻璃上，悠悠地看着小美。这样是不是挂着的面具啊，或者是玩具什么的？不对，她有眼睛，还动来着。小美非常的肯定。那你怎么就能确定她不是人呢？她没有身子。小美疯子一样的跑上了楼，没敢和家里人说，她怕家里人不相信她，就拐着弯呢问那家人是谁。小美妈妈说那是她单元某个同事的家，退休已经有10来年了吧，但他们在7、8年前啊，那屋里就没人住了，也没人知道什么时候搬的家，到底又搬到了哪里。这第2段啊，是大学的时候，小美和2个同学呢去另一个城市的同学家里头玩，晚上就住在旅馆里。这个旅馆因漏就简，就利用了一栋楼的一侧这么一小窄条改造成的，每一层呢也就4、5个房间。小美去的时候，好巧不巧，没有在同一层的2个空房间了。小美他们4个人就楼上楼下的分了2个房间来住。这一开始啊，4个人聚在一起，在楼下的房间里打着扑克。小美看见了有个女人在窗户外头晃悠，小美很快的反应过来，这是3楼啊。小美呢偷偷的又瞄了几眼，那是一个身穿红连衣裙的长发女人，头发整齐的梳在了脑后，披在背上。简而言之，披肩发，看上去非常的正常。玩了一会儿，小美和另一个女孩呢就上楼休息了。当然，刚才发生的事儿呢，小美是没有说出来的，她还是怕人不相信她，在吓着自己的同学。这小美和同学呢躺下就要睡觉了，突然有人急促的敲门，敲得小美心里直突突的。这一开门啊，果然是楼下的2个同学，他们上气不接下气的裹着棉被，脸色煞白。等这口气喘匀了，这2个同学才缓缓的到来。原来小美2人上楼以后，这2位啊轮班的洗澡，洗完澡呢就快速的钻进被窝。后洗完的这个呢刚走出了卫生间，正擦着头发，这抬眼一瞧，那个一身红的女人披头散发的，就站在了进被窝的那个女孩的床边，一动不动的，根本看不到脸。当时这个场景到底谁受得了呀？擦头发的女孩呢一声的惨叫，被窝里的一睁眼也是一声惨叫，2个人是连滚带爬的跑出了房间，身上的擦伤都不知道是那时候哪里给蹭破的。后来东道主女孩呢打电话让父母开车把他们4个都接回到了家，而这个故事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女人究竟是什么。好的，咱们这个第1个系列的故事啊就给大家讲完了。后面的故事呢是关于楼主家附近铁道口的故事啊，我们休息3分钟继续。鬼叔喝点水。我们这个故事才讲，这个系列的故事才讲的第1个，这小可乐就已经睡下了。他今天这个营业的状态啊，感觉是比较慵懒，对吧？这么随意，主打就这个随意是吧，小可乐？这个东北网友啊，东北楼主的第2个故事呢是关于铁道口。话说楼主小时候家附近有一个铁道口，就是铁路和马路交叉形成的十字路口。那里并不是什么繁华的路段，却屡发恶性事故。要较起真来，铁路市政都是要负责任的。
这个铁道口连个警示标识都没有，更别提什么护栏、起落杆什么的了，基本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那意思仿佛就是说，你自己小心点，听天由命吧。楼主不幸呢就目睹过一起事故。楼主上学呢要路过，但不经过这个铁道口。某天放学见那铁道口围了些人，楼主就知道肯定是又出什么大事了，想凑热闹却又不敢看死人。果然再往前走2步，就看见一辆极度变形的3轮车歪在了一边。楼主心里的2个小人正在激烈的争论要不要靠前，围观的人呢突然的撤出了个空隙来，只见一个穿着军绿色外套、头发有点长的男人趴在了血泊里，脑袋上还有些白白的东西。那是楼主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死人，楼主的小心灵呢被深深的震撼，心里的2个小人呢也不争吵，都快震撼死了。他呢万幸没看到那人的脸，要不肯定是1个礼拜都睡不着觉。听大人聊天说，那铁道口原来是没这么邪性的，早几十年死的人怕也没这几年死的多，而且死的都是开车的，行人反倒是没出过什么事儿。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邪性的呢？在早几年，有户人家呢招了一个上门女婿，这上门女婿倒是不是严格意义上那种没儿子招个女婿改姓当儿子顶门立户的那种。这个女婿呢是外地人，退伍以后分到了工厂，在一线当工人。结婚以后，老丈人贴补吃喝贴房子，还给女婿换了工作，改去开车了。这一开始啊，小2口的日子过得还是挺好，女婿也能吃苦，在单位也是挺受重视的。后来女婿被提拔，从开解放改成开红旗了，给领导开轿车，那可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好了，眼也解开了，女婿呢开始看不上自己的糟糠媳妇了，先是从偷偷摸摸的搞外遇，后来就干脆光明正大的打离婚了。媳妇呢哪里是能够同意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估计是都用过，也没能挽回男人的心。媳妇呢估计是死了心，整天恍恍惚惚的，有时候在道边一坐呢就是一天。出事的那天，媳妇就是坐在了铁道口边上，双眼无神地看着远方。这时候一列火车在远处鸣笛，过往的行人也都停下了脚步等着。火车轰鸣着转瞬即至，一直呆坐在旁边的媳妇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起来，就在火车经过铁道口的那一刹，一个身影飞快地扑了上去。据说后来尸首呢是一块块拼起来的，身后留下悲痛欲绝的老妇，还有一个没上学的小女儿。有人说后来在那个铁道口呢看见过小媳妇哀怨的徘徊，注视着来往的车辆。也有人说那肯定是他在作怪，才让这么多开车的在那里丧了命。所以呢也不知道他在那儿等到了他的女婿没有。好了，咱们这个第2个故事啊就给大家讲完了。这第3个故事啊是关于诡异的天象。楼主说，我那时候大概是小学1、2年级，不像现在的小孩负担那么重，吃完晚饭就可以自由的行动。那天呢，我吃过晚饭，在家里百无聊赖地看着新闻联播，隔壁的铁蛋儿和铁蛋儿的爹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说：“快快快，不得了了，快出来看看！”我那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跑出去，外面已经聚了一大堆的人了。整个厂区非常平整，除了突兀的大烟囱，就只有2层的办公楼算是高层建筑，所以要是夜观天象的话，视野是非常开阔的。顺着大伙儿的视线看去，在北偏西的地平线上方，有个煎蛋样的东西，一个红色的圆点，直径大概有月亮的1/4吧，就是大小只供你能看清楚它的形状，但提供不了别的细节。圆点虽是红色，但并不明亮。这个圆点就好像是放在了一个白色的圆盘里，那圆盘是淡淡的白色，像是一层雾一样，透过它你能看到后面的星星。此时圆盘在慢慢的扩大，而那个红色的圆点依据在圆心的位置，大小也没有变化。大概持续了几十分钟吧，那个圆盘已经扩大到了遮盖小半个天湾了。那个圆盘已经扩大到遮盖小半个天穹了。
楼主看到《三体》中质子二维展开包裹整个行星的时候，一下子就回想到了小时候看到的这个场景。在场的大人也没法认定它是什么，一堆人就那么呆呆地看着，后来看累了也就回家了。一个细节，当时有人跑到了办公室，给本地的电视台打了电话，电视台说拍到了第二天的本地新闻联播会播放这条新闻，大家就很兴奋地等着，可接连等了好几天，电视台也没播放。直到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国外的视频，上面记录的天象和我小时候看到的这个极为相似，所以我当时看到的会是外星文明吗？好的，我们这个系列的第3个故事啊，诡异的天象就给大家讲完了。这个讲的天象啊，有点像鬼叔之前直播间里给大家讲的我小时候看到的同样的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啊，在天上。没想到大家都有一些看到奇怪的不能解释的现象的经历。好的，那我们还是惯例啊，大家好，我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好的，本期结束，下期不见不散。那么我们今晚的直播啊，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呢，该睡觉睡觉啊，这个早点休息啊。然后和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天气比较冷，我看周边有很多人都说这个甲流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大家可能出行，对吧？看到有人咳嗽啊，或者说这个有感冒的迹象，大家还是保留一点点这个距离啊，自己做好防护。好的，晚安各位，拜拜，下了。他怎么不看镜头啊？小可乐睡着了，听着鬼故事就睡着了。嗨，下次绝不手软。